本视频为新版本献祭的攻略。先说准备阶段，身高最好别戴矮人面具，也别太高。原因是二阶段有水，矮人偶尔会进入游泳状态。还有二阶段的掩体比较小，太高容易被红石砸。道具低矮的火盆或者帐篷，原因是二阶段躲避红石，火盆可以回能，太高的火把会被撞消失。帐篷偶尔可以帮忙挡红石，但是作用不是很大，使用起来影响操作，前面阶段熟练了会更快，只有走到最后才算是有用处。而且地上有水，熄灭后道具会消失，再加上现在的献祭实际上难度很低，注意躲避，不带道具也没关系。目前献祭有个误区哈，双人背背快速回能是 bug， 已经被修复了。然后是地图讲解，全部石像依然是63个，一阶段33个，二阶段30个。一阶段有2个石像位置发生变动，中间石门下方和最左前山壁下各减少1个石像，中间石门左侧和前方的2处空地各增加1个石像，这个老玩家记就行，萌新等下跟着我的路线走。二阶段更新后分为2个区域，石像位置整体大改，前半段有碎石会跟随移动的红光掉落，后半段持续的红石雨。攻略正式开始后，老玩家可以直接拖进度到二阶段。注意，被砸倒后会变成爬行状态，移速很慢，所以一切行动以躲避红石和优先点火为主。这是刚录的素材，不是很完美。然后献祭是194亿，带的道具是小火盆。献祭更新之后，这个新版的献祭碎石雨它的石块就是那个红石变小了很多，然后它的频率也变慢了很多。现在这个状态被砸一下的话不会直接掉翼，只是会减少几条能量而已。第一波的红石雨依然是从前往后这样走，然后现在咱们只要注意优先躲红石和点火就行。咱们还是按照我之前做的那个攻略路线走哈，老玩家可以直接拖到第二阶段。萌新记住，就是咱们要绕着最右边绕一个圈圈回到这个位置。这个路线特别好记，还不会漏石头，虽然说它的速度不是最快的，因为老玩家熟悉石像的位置，它可以快速的进行无规则的取点石像。然后萌新的话，因为不太清楚石像位置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一个绕圈的路线，就是按照路线走就可以把所有石像都点到。这个地方是前面加了一个新的石像，然后大家注意这个红石雨，这个地方是往回走，也就是说咱们是跟着红石雨的方向走的，咱们跟着它走就行。这里失误了一下，没有点到，但是没关系哈，这个被砸也不会掉翼。还是说优先点火，然后再点石像，永远保持自己能量是充满的。你看这个时候咱们就已经回到最开始这个圈圈的起点了，然后咱们再接着走另一边往前走就行了。这个地方只剩下了1个石像，
然后前面咱们优先点火，先把前面的2个石像点了，之后再等红石雨。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，在一波红石雨砸到咱们火堆这个位置过后，立刻快速的往前跑，然后去点前面的2个石像。这个地方我是失误了，走得慢了，所以这样被砸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更新之后变简单了很多，对萌新是非常友好的，不会是一下子把你砸掉翼。这个地方做一个反面教材，因为我是在只有1条能量的时候就来这里点石像了，结果被砸了直接变黑，然后再次被砸掉翼了。所以大家千万要优先去点火，然后补充满能量，你至少得有个6、7条再去危险的地方点石像，这样才算安全。下一个步骤，咱们往地图的最左边的那个石柱方向看，那个柱子后面有个石像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这个时候咱们等一波红石，然后直接飞过去就好。更新之后，这个红石的威力变小了，然后它的频率也变慢了，所以咱们飞过去是安全的。红石过去立刻起飞，扇2下翅膀就到了，记得是切垂直落地哈。然后左边等一波红石。最左边是1阶段的最后一个石像，原来是有2个，然后同时这个地方的火堆也被挪到了石头后边来，所以这个地方跟以前的策略不一样，咱们不能直接到石像那里再往那边走，咱们需要等一波红石雨，然后趁着雨立刻停的时候，立刻往那个掩体那里走，顺便的点了石像。这里还是比较危险的，然后1阶段把最后一个篝火点完就结束了。前方是2阶段，左边依然是有2个石像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地上有个红光是在绕圈圈的，那个红光照到哪里，哪里就会落碎石雨。如果红光不照的话，它只有零星的几个红石砸到地面，比较安全。咱们要做的是优先跑到前面那个石像，因为那里有个篝火。2阶段找到技巧的话是非常简单的，必须是优先点篝火，然后咱们再从这个篝火4周去辐射的点石像，否则的话被砸倒之后你就会变成爬行状态，很慢，会一直不停的掉翼，而且爬行状态的时候是不能使用道具的。大家注意这个红光哈，这个地方是红光，它是转圈圈来巡逻的。在红光走了之后，确定它不会回来了，然后再去点石像，保证自己的安全。第一个火堆，咱们需要点5个石像，火堆旁边的1个，右边的2个和最左边的2个。然后往左边看，左边有一个单独的石像，有一个篝火，咱们的下一步就是点这个篝火。一定要注意这个红光，红光只要没有照到你，你还是比较安全的，就算在这个红光照到地方旁边也没关系。红光右边有个石头，如果你带了篝火的话，建议在这里休整一下。如果你没带篝火的话，在这里躲一波红光，立刻往前面的火堆去，就先不要去点右边的那个石像。这个地方我带篝火了啊，咱们就先把右边石像拿了。如果没带篝火，记得一定是先去前面再回来去拿这个，永远保证自己是有能量的。左侧还有一个石像，这个地方也是点完篝火再去拿石像，然后再回来篝火。
注意这个红色光照区域。现在光走了，咱们过去赶紧拿了。拿完之后立刻回去。没关系啊，如果你的能量条比较多的话，你看咱们只被砸了4条能量左右。我这次献祭还是比较莽的，这个素材其实有很多反面教材。然后左前方是一个大石头，它是没有篝火的，咱们需要先躲到那个地方，再往右边走才能到下一个篝火。这个期间是必须要躲在这里的，因为你是不可能直接到下一个篝火处，因为它这个红石移动的速度不快，但是它频率还是比较高。这里失误了，被砸了一下，所以需要回到刚才的篝火处修整一下。我这里没有被砸倒哈，如果你们被砸倒了，一定要在石头这里先让它站起来之后再往回走，因为你爬着是很慢的，但是站起来之后你是可以跳着走的。修整完毕，然后咱们继续回到石头那里去，还是说注意红石。我这个素材录的真的是反面教材特别多，咱们至少已经掉了10个不应该掉的叶。这个地方不带篝火也没关系啊，你躲一波之后再往前走也行。我这里只是演示一下带着火堆的一个用法。这个是最后一个可以点火的地方，最后一个火堆，也就是说这个火堆再往前走，它就是持续掉落红石雨了。这个地方咱们还是说优先点火，然后再去把周围的石像拿了。我这个地方还是失误了，能量没有回很多就去拿这个石像了，属于错误演示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往前走的话，大家就全靠运气了。它这个红石虽然也是持续掉落，但是它比更新之前要稀疏很多，就是没那么密集。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能看出来，就是你不会一直被砸，它每个红石落点都是隔得比较远的，而且第2阶段后半段的石像基本上都集中在前面这个空旷区，大家能一目了然，就是不用去记什么红石位置，直接就是顺路拿就行。这个石头是最后一个掩体，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作用，它也没有火堆。然后咱们黑了状态是不能使用道具的，但是可以使用魔法，但是使用魔法也没有必要，对吧？咱们出去之后也会被立刻砸倒。我的这个素材其实录的是比较失败的，因为想赶着剪攻略嘛，所以很多地方都很急躁，包括前面几次出现的那个翻车，就是错误演示，都是在能量没有恢复满，甚至只有1-2条能量的时候就出去点石像，所以掉了很多不应该掉的叶。更新之后的献祭其实是对萌新特别友好，因为原来的第2阶段持续掉红石，萌新在光益少的情况下能点的石像是比较少的。但是现在这种情况，萌新的话只要躲好红石雨，躲好这个红光，在火堆的地方注意能量去点石像的话，第2阶段是可以点很多石像的。目前献祭的第2阶段后半段是比较吃运气的，真的是比较吃运气的。它这个2阶段持续的红石掉落虽然稀疏了很多，但是没有规律，也就是说你如果运气不好，你刚被砸了，然后你就走到了下一个红石落点，你就会连续掉一，就跟以前的献祭一样。但是如果你运气好，没被砸，走位正好每次都能走到红石掉落点以外，那你就可以一直不掉一。我前2天直播的时候120亿，然后是只剩下2个石像没点，这次是194个亿，虽然说有失误吧，但是只剩下1个石像没点，所以2次相差了60-70亿，结果就只多拿了0.25根红蜡烛。哎，这也是运气，也是实力的一种吧。所以如果想要全拿，咱们还是最好带帐篷，然后在最后的这个持续红石雨阶段用。咱们这段最好就不要看运气，
至于之前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前半部分，掌握规律的话是比拿帐篷要快特别多的。然后新的献祭攻略基本就是这样子了。对于不熟悉献祭的人来说，第一阶段只要跟着我的路线就行，是不会漏掉1个亿的，而且比较安全。第二阶段的话，就记住我说的话，优先去点火，然后充满能，再去以你点的火为辐射拿4周的石像就行。二阶段的石像不用记位置，你就到一个火堆，直接转下你的视角，周围的石像你都是能看到的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在地图中绕圈圈不停在移动的那2道红光，红光照到哪里就会有一堆碎石掉到哪里，咱们只要在红光走了之后再去拿石像就行。而且二阶段前半段是比较安全的，就算你站在红光的旁边，你旁边就是特别大的碎石雨，你都不会被砸。最后一个走到边上了，没拿到，失误太多，运气也太差。最后做个总结，纲领是优先躲红石和点篝火。一阶段按照路线走就行，二阶段前半部分优先点篝火，然后以篝火为辐射点周围石像，注意红光的绕圈规律，掌握之后速度会很快。二阶段后半段看运气，建议带帐篷，然后拖着帐篷走。另外回能道具和帐篷都可以在集结季指导线总那里兑换，回能道具是12星，帐篷24星，建议换帐篷哈，这个道具回能速度并不快。然后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啦，我是老庞，技术攻略向的光宇博主，求赞求关注，感谢观看，下个视频见。